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存在于人类社会极度深远，甚至可以说是被最高度包装的议题。当我们听到慈善这两个字，我们的心中通常会直觉性的浮现出无私、奉献、帮助弱势这些非常美好的词汇。确实，在个人层面上，慈善绝对是人类无比珍贵的美德，也是支撑整个社会互助网络的基础。但是，如果你具备足够的分析思维，试着把视角拉高，放到那些掌控全球经济命脉的超级富豪、跨国企业，甚至是历史上的商业巨头身上，你会发现这套慈善的逻辑根本就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纯粹。我们必须深入剖析一个现象，在历史与现代社会中，所谓的顶级慈善事业，往往是被掌权者用来清洗负面形象，甚至巩固自身权力的公关工具。这真的不是什么阴谋论，而是一套经过无数次精密计算的资本操作。所以，在进入今天的深度拆解之前，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疑问：这些动辄豪值千金的顶端慈善行为，究竟是真正的无私奉献，还是用来掩护权力过度集中的防护罩？在现今的资本主义运作下，极少数人累积了常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权力的过度集中一直都被视为对自由体制的巨大威胁，因为拥有绝对资源的人可以轻易地限制甚至是抹杀他人的选择权。当这些超级富豪面临社会底层的反扑、政府机构的强力监管，或者是民众的强烈不满时，他们往往会选择拿出一小部分的财富，投入基金会、建立图书馆，或是捐赠给大型医疗机构。这种由企业实体或是富豪家族所进行的大规模财富重分配，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控制社会舆论的机制。他们透过偶尔的巨大善举来合理化他们对庞大资源的长期垄断，让社会大众在接受恩惠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忽略了这些财富最初到底是经历了多少掠夺与剥削才累积起来的。第一部分，工业时代的先例，卡内基的残酷现实。为了把这个概念谈得更透彻，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历史。这套洗白形象的剧本，并不是现代科技巨头发明的专利，它其实有着非常深远的工业时代先例。我们来谈谈19世纪末的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今天，当你走在美国的许多大城市，或是去参观各大顶尖大学时，你一定会非常频繁地听到卡内基这个名字。他捐建了数以千计的公共图书馆，成立了无数的教育基金。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跟伟大的慈善家这5个字画上等号了。但是，如果我们拨开这层精美的慈善糖衣，回归到他当年累积财富的残酷现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卡内基的庞大商业帝国是建立在极度剥削与高压的工业劳动条件之上的。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对比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公众形象上，卡内基代表着宏伟的图书馆、一流的大学与造福乡里的公共建设，但在工业现实中，他的钢铁厂工人过着宛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根据历史文献的真实记载，在卡内基的大部分工业生涯中，他的工人们必须忍受每天长达12小时的高强度轮班。这可不是坐在冷气房里敲键盘的12小时，这是在极度危险、充满高温与有毒气体的炼钢高炉旁边进行耗尽所有体力的重度劳动。更残酷的是，除了一般的12小时轮班，工人们在星期天甚至必须连续工作24小时，仅仅是为了能换取下一个星期天的短暂休息。当无数的底层工人用健康与生命在危险的厂房中搏斗时，卡内基与同时代的富豪们却安稳地坐在舒适的总裁办公室里，看着财富源源不绝地流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再运用这些带有血汗的资金，为自己打造千古流芳的慈善家美名。重点来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了解了工业时代的运作逻辑后，第二部分我们进行现代案例分析。比尔·盖茨的形象转型，我们将焦点拉回现代。如果要在当代寻找一个将形象洗白与顶级慈善结合的最淋漓尽致、操作的最完美的案例，微软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指标。
在过去这十几20年里，相较于其他形象备受争议的亿万富翁，比尔·盖茨被大众广泛认为是一位相对善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他所建立的基金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在对抗艾滋病、疟疾等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然而，这位现代的科技救世主在早年打拼的商场上却有着极度冷酷且充满争议的过去。他的慈善转型之路其实是一场经过顶级智囊团精密计算的公关危机处理。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段时间轴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行动网络根本还没普及的时代，微软凭借着强大的网络效应，几乎完全垄断了全球的电脑作业系统市场。当早期的网络浏览器，例如网景出现，并且试图挑战微软的控制权时，比尔·盖茨毫不留情地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浏览器大战。当时微软高层甚至毫不避讳地对外表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切断网景的氧气供应。这意味着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是要跟你进行什么公平竞争，而是要利用绝对的垄断优势将对手彻底摧毁，赶尽杀绝。这种极度掠夺性的商业手段最终引发了90年代末期著名的反垄断诉讼。微软在这场世纪官司中败诉，被法院正式裁定为垄断企业。在那个时期，比尔·盖茨的公众形象直接跌落谷底。他当时在社会大众眼里，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卡通大反派，甚至在热门动画《辛普森家庭》里都被拿来大肆嘲讽。就在这个个人声誉面临全面崩盘的生死存亡关头，盖茨开始积极且大量的投入慈善事业，启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庞大魅力攻势，试图挽救他的公众形象。根据当时的财经媒体记录，有一个极度关键的数据，可以直接证明这场公关操作的精准性与急迫性：203亿美元。在反垄断审判开始，一直到判决出炉的这短短18个月内，比尔·盖茨向他的基金会疯狂注入了高达203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到底有多惊人？这笔钱占了他当时总基金会捐款额度高达71%。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逻辑，也就是说，在他面临政府强力监管、媒体铺天盖地挞伐、个人公众形象最恶劣的这1年半里，他用最快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讯号：你们不能摧毁我，因为我正在用我的财富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这笔203亿美元的巨额捐款，非常成功地转移了全球的新闻焦点，让媒体从原本日日夜夜报道垄断企业的残酷竞争，瞬间转向赞扬科技巨头的伟大善举。这就是用庞大财富对抗政治与舆论压力的终极实战示范。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财富的过度集中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连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法兰兹·盖茨，在2人离婚后也曾经公开表示过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将如此庞大的财富集中在单一一个人的手中，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度荒谬的。尤其在比尔·盖茨与声名狼藉的人口贩子杰弗里·艾珀斯坦的来往被媒体曝光之后，这层原本光鲜亮丽的慈善光环，更是受到了社会各界严重的质疑。梅琳达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直接点出了极端财富的本质缺陷。当一个人拥有足以匹敌甚至超越世界上许多中小型国家年度预算的庞大资金时，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全球公共卫生的资源分配就不再是由健全的民主机制或是专业机构来决定，而是由这位富豪个人的喜好与意愿来主导。这不仅荒谬，更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潜在威胁。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第3部分，我们来谈谈捐赠的自我中心主义、虚荣心如何凌驾于实际需求。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大企业家背后的公关动机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剖析这群亿万富翁的深层心理状态。在许多情况下，这类顶级的慈善行为往往伴随着极度透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这些天价捐款的出发点，与其说是为了解决社会当下最急迫的需求，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捐赠者自身的虚荣心，以及建立历史地位的强烈渴望。他们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那些能带来巨大媒体曝光，能让自己的名字与伟大的历史建筑或顶尖学术机构永久绑定在一起的项目，而不是那些真正支撑社会运作却显得枯燥乏味、没有新闻点的基础建设。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回顾一个震惊全球的近代事件。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不幸发生了严重的大火。这场文化悲剧立刻引发了法国富豪圈极度激烈的反应。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法国第二富有的企业家立刻跳出来宣布捐款1亿欧元。紧接着，仿佛是为了在慈善排行榜上较劲一般，法国首富马上加码宣布捐款2亿欧元。大批的亿万富翁争先恐后地偷出数亿欧元，只为了参与重建这座标志性的历史建筑。然而，非常讽刺的是，与此同时，法国广大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偏乡医院、公立学校却长期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甚至快要运作不下去的问题。这些富豪绝对不可能用同样积极的态度，将几亿欧元投入到那些没有聚光灯、无法让他们的名字闪闪发亮的刻在金属牌匾上的乡村建设中。这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在顶级慈善的游戏规则里，名声与虚荣的考量永远远远凌驾于实际的社会需求之上。关于这种追求留名的心态，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亿万富翁慈善家伊莱·波罗德曾经给出了一个极度诚实，甚至有点赤裸的结论。他坦白地说过，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他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一笔庞大的捐款是采取匿名形式的。这句话虽然非常简短，却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富豪圈的真实游戏规则。如果慈善的唯一出发点完完全全只是为了帮助他人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捐赠者到底是谁，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但现实的商业逻辑是，这些巨额资金的转移几乎都附加了强烈的个人品牌行销目的。无论是冠名一栋大学的大楼，设立一个专属的奖学金，还是成立以自己家族为名的基金会，将个人或企业的名字以一笔巨大的金钱遗产紧紧绑定，才是驱动这些行为最核心的诱因。数字是不会骗人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曾经针对大型捐款行为进行过一份非常权威且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了一个极度悬殊的比例，在所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当中，高达99%的捐款全部都是公开具名的，仅只有1%的捐款是选择默默无闻的匿名方式。这99%对上1%的强烈对比，几乎可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的探讨定下一个铁铮铮的结论。当绝大多数的资金供给者都强烈要求社会大众必须清楚知道这笔钱是我给的时候，这背后的驱动力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同理心了，而是一场关于声望累积、影响力扩张与名誉投资的商业交换行为。第4部分，傲慢的盲点，财富并不等同于全能。我们继续聊下去，除了动机不纯粹之外，这种由上而下的顶级慈善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致命伤，那就是傲慢所带来的盲点。许多在商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亿万富翁，习惯了在会议室里发号施令，习惯了被周遭的人吹捧，渐渐的他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这种财富等同于全能的傲慢，让他们在介入极度复杂的社会、医疗或生态议题时，往往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他们倾向于用企业管理的效率思维，直接将解决方案硬塞给弱势群体，却完全忽略了当地的实际文化、经济困境与最真实的生活面貌。这种缺乏在地理解的强势干预，有时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灾难。我们以盖茨基金会在南非推动的抗疟疾计划为例，这个计划的出发点听起来非常棒，他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向当地民众免费分发了涂有杀虫剂的蚊子，希望能借此隔离并杀死携带疟疾的蚊子。从欧美顶级实验室或豪华会议室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美且具备高效率的科学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坐在高级办公室里的决策者完全不了解当地极端贫困的现实。对于那些每天都在挨饿边缘挣扎的当地居民来说，预防疟疾根本不是首要任务，他们更急迫的需求是获取食物来活下去。结果，许多居民将这些原本用来防蚊的网子，重新改装成了捕鱼的渔网。悲剧就此发生，蚊帐上的杀虫剂直接融入水中，严重毒害了南非当地那些原本就非常珍贵且脆弱的湖泊生态系统。这就是当富豪的自我意识凌驾于专业的在地认知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第5部分，
真正的慈善家，日常互助对比超级富豪。经过前面这几个维度的层层剖析，我们来到最后的比较。如果那些动辄捐出数十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他们的行为充斥着形象洗白与自我满足的盘算，那么这个世界上究竟还存不存在真正的慈善？答案是绝对肯定的。真正的慈善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在那些资源并不丰沛，却依然愿意为了他人牺牲自身一点点利益的普通人身上。我们必须把掌权阶级从庞大财富中刮下的一点皮毛，与劳工阶级在沉重生活压力下挤出的真实援助进行最根本的区分。我们来看一个令人心酸却又充满力量的数据。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调查显示，在美国这个缺乏完善全民健保系统的国家，有达5000万的美国民众曾经为了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被迫参与过群众募资活动。大家想想看，500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且沉重的数字。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体制性彻底失败，导致一般民众必须依靠相互救济，才能在生重病时勉强度过难关。这5000万人的生存困境，才是真实世界的缩影。这绝对不是那些在富丽堂皇的晚宴中互相举杯庆祝的慈善家们所能体会的平行宇宙。而在这庞大的群众募资活动中，调查显示，大约有一半的捐款是捐给了生病的同事。这些普通民众，他们可能自己也背负着沉重的房贷、车贷，每天面临着通膨与生活开销的巨大压力，但他们依然愿意平均掏出20美元去帮助一个急需救命钱的同事。20美元对超级富豪来说，可能连给拨车小弟的真实小费都不够，但对一个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工来说，这20美元代表的是一顿热饭，甚至是好几个小时的血汗劳动。当我们看到电视新闻上的亿万富翁因为从数千亿的资产中拿出一小部分来资助特定项目而受到全世界的歌功颂德时，我们真的更不应该忘记那5000万个愿意为了彼此捐出20美元的普通人。他们掏出了20美元，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没有大楼的冠名权，也没有精密的税务减免算计，那才是建立在纯粹同理心上的真正高贵且伟大的慈善行为。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虽然普通人发自内心的小额捐款是极度珍贵的人性光辉，但超级富豪的顶级慈善往往是一炮用来掩饰残酷商业手段、洗白名声并巩固既有权力的精密公关工具。我们必须看透这层善意的糖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